没事的话，在这夕阳西下的时刻呢，我现在就要说说我在墨西哥困了快1年之后，我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。我最开始计划是穿越拉美，就是从墨西哥陆路，然后经过一个一个的国家，一直走到拉美的最南端阿根廷。去年就12月份到了墨西哥，然后我到墨西哥不久呢，然后就疫情爆发了，然后当时拉美国家就是纷纷都就是封闭了关闭了 border， 然后墨西哥也是就是开始封城了。然后我就在墨西哥的一个城市叫 San Cristobal 就待了差不多自我隔离了3-4个月吧。然后后来疫情缓和一些，我又开始在墨西哥旅行，然后就是在墨西哥转了一大圈。然后这个墨西哥这个国家我还是非常喜欢的，就我待了这么多久，就完全没有待腻的感觉。那这个国家城市就很有风情，有殖民地风情，又很有艺术特色。就整个城市一般都是很悠闲的、很慢的那种。然后这个国家呢，也可以说是要山有山，要海有海，要沙漠有沙漠。就我特别喜欢的就有一个就 Palenque 就热带雨林，我超喜欢。然后就加勒比海，然后我也是超喜欢那个蓝。然后就是其实他们北部也有沙漠，就有各种地貌，而且风景非常好，就非常惊艳。所以我觉得墨西哥还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目前现在是11月份，感觉现在好像疫情都有所缓和，就是拉美国家也就纷纷有开放了 border。这几天我有计划一下，就是我下一步可能能去的地方，就因为现在疫情已经缓和了嘛，我还是想继续进行我的拉美之旅的。我查了一下，就是我第一个我挺想去古巴，因为古巴就很有神秘的感觉。虽然很多人对它褒贬不一，但是我还是很想亲自去看一下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吧是什么样子。然后本来从古巴是从墨西哥去坎昆去是很容易的，就只要$50就可以2个小时直飞吧。但现在因为疫情没有从坎昆飞过去的航班，好像我查了一下，就从11月份开始陆续有从墨西哥城然后转美国去古巴的航班，大概单程都要在3000人民币以上吧，就觉得有点贵，而且要转美国就有点不太方便，所以我就先不去古巴。因为古巴也可以从巴拿马直飞，好像巴拿马是有直飞的航班，还有哥伦比亚也可以过去，所以呢，我可以先去别的国家，再去古巴。然后第二个我又想去就是哥伦比亚、巴西这种比较大的国家，就是这个国家现在已经都开放了，巴西好像一直都是开放的，所以巴西的疫情也就非常严重，所以要不要去还是要慎重考虑一下。那我想去哥伦比亚、古巴是因为这些国家比较大，可以待得比较久，然后就是现在就是进出国家不太方便嘛，然后我就想去这些比较大的国家，比较有的玩的国家。然后哥伦比亚最近也是开放了 border， 而且只需要有72小时以内的那个PRC 测试结果就可以入境哥伦比亚的，所以我是有想可以去的。然后第三个我又想再去加勒比海岛的国家待一待，因为呢，在墨西哥我已经完全爱上加勒比海，就墨西哥尤卡坦半岛那个 Quintana Roo 州那一带真的非常美。而且在加勒比海我可能就是还有另外一个收获，就是我可能可以遇到那个海螺珠嘛，就是世界上最珍贵的珍珠，所以我还是对加勒比海岛还有另外这个期许。然后我查了几个岛，比如说洪都拉斯有一个若亚坦岛，那个岛洪都拉斯虽然说是非常危险的国家，但是它的外岛还是挺安全的，而且物价也不高，是这个若亚坦岛也是潜水圣地，所以我还是有计划。但是现在从若亚坦岛也就只能从美国转，就是会不太方便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巴哈马，它是在古巴旁边。我本来想要是我去古巴我就顺便去一下那个岛，然后但是呢这个岛的物价是非常非常高，后来查了一下，对于我这种
就是有预算的budget traveler 来说，我觉得还是有点犹豫，因为这个岛的物价就美国就是美国人的度假后花园的感觉，就非常贵，我觉得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多米尼加共和国，这个国家我蛮有兴趣，是因为他们有就是海纹石，好像是海纹石的唯一产地，所以我就很好奇。而且它也是加勒比海岛国家嘛，然后我就挺想去的。但是查了一下，好像没有什么航班可以去。我最开始的计划呢是从墨西哥，就是陆路去中美4国，就是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、萨瓦多、尼加拉瓜这些，然后再一路陆路走到就是美洲的最南端阿根廷。我挺喜欢就是一路陆路过境，穿越各个国家这种旅行方式。首先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坐飞机，其次我就这样比较省钱，然后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就是很有环球旅行的感觉。我上次这样的旅行就从亚洲走到非洲这样。然后我本来想的是就是疫情下嘛，我就不要求每个国家都去了，我只要去几个我特别想去的国家就行，比如说哥伦比亚，比如说秘鲁，比如说古巴，比如说玻利维亚。不过呢，最近我发现我还是可以继续完成我的穿越拉美的旅行的，就是现在中美洲国家就是也好像都开放了，而且就是我据说从墨西哥入境危地马拉的话，如果是陆路入境，可能可以不用检测，就是那个可能不用做 PCR 测试，所以可能还可以省$200。然后，所以我的目标就是在1个月时间内，从墨西哥穿越中美洲，到达哥伦比亚，不要被抢，不要被偷，不要得 corona， 安全的到达哥伦比亚，这就是我下1个月的目标。所以呢，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中美洲见。